老弟，昨晚的事情你都知道了？我都知道了，我是真没有想到啊，蔡志成这小子能这么不冷静。哎，今天怎么没有见到蔡志成啊？事情发生以后，我怕蔡志成这小子再出什么乱子，所以就让夏文昭他们盯着他。另外，让他收拾东西，回去准备给他爹安葬啊。蔡志成的事情呢，我能理解，可是军法不容啊。报告，非常感谢两位长官配合我们军统工作。这次来，郑主任特意让我转达他对两位长官的感激之情，并诚挚邀请两位长官战后多来重庆走动走动。哎，不要客气啊，毕竟都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嘛。我很想知道你们局里打算怎么处理唐弼。郑老板说，这次把这个叛徒带回重庆，必定要严惩，并对伞兵队的损失表示歉意。不过他希望您不要把这件事儿捅到上面去，毕竟这个人这么一弄，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你们郑老板说的严惩是指，这么大的事情，处决是跑不了的，当然这还需要一个调查程序。那就辛苦你们了。报告，唐弼带走。司令，咱们后会有期。后会有期，还会有这么一天吗？张主任、孟司令，我就把人带走了。带走。走。老弟呀，把这个瘟神送走了，我也就不打扰了。啊，张主任啊，伞兵队的事让您呕心沥血，汪文超真是颇感不安呐。哎，都是自己人，不要说这样的话。孟雪，张主任，这是茶。哦。哦，好茶，好茶呀！李参谋，自说好。孟司令，告辞了。爸，您刚才是说要给蔡志成2周的假吗？报告。报告司令，蔡志成到。蔡志成，我已经决定放你2周的假，让你回家安葬你的父亲蔡老先生。另外，再给你派1分队的伞兵护送你。我爹生前就不太爱热闹，我想一个人陪他，安安静静地送他回去。不是安静不安静的问题，是安全不安全的问题。另外，司令部准备再给你追加一笔安葬费。孟司令，如果你真的觉得过意不去的话，你就给我安排1辆车，1个司机，送我到遵义城就可以了。贾有才到，陪他去一趟。好。志成，放心吧，罗云生和夏文昭他们已经出发了。你去吧。
成。你现在心里不好受，其实我跟你也一样，我心里也非常难过。孟教官，你应该比我好一点，最起码你爹还活着，但是我爹已经回不来了。我知道你心里对我爹有怨气，我能理解。但是我爹当时也是为了急于扳倒唐弼，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急于扳倒唐弼，孟司令有可能是想从唐弼手中把第一伞兵队给拿回来。我现在不管跟你说什么，可能都没用了。这一路上注意安全吧。孟雪啊，蔡志成的这道坎儿，早晚都会过去的。但是我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过去。兄弟，你是哪部分的？我没有同日的兄弟，我是第一处的。第一处是秘书处啊，什么时候局里对外的事务由秘书处出马？我的任务是来接收汉奸，这是对内事务。第一处是郑老板的嫡系，我说你们怎么来的这么快呢？你说完了吗？说完就赶紧眯一会儿吧，等到了昆明，你就没有时间睡觉了。我再问一句，如果到了昆明，是不是全部都要换血啊？我发现你这个人还真有意思，都到了这个时候了，还有功夫关心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我不是关心，我是担心。我担心我们根本就到不了昆明。什么意思？有多少人都想要我的命，他们怎么可能让我到昆明？你是说？我太了解孟云超了，他不可能让我死在伞兵基地里。到了昆明，他又控制不了，所以这条路上是他唯一杀我的机会。我死了无所谓，可惜的是，就怕连累了你们几位啊。我知道还有另外一条路，虽然不太好走，但是也能到昆明。志成，你别总板着脸了，咱俩聊聊天吧。咱俩谈谈以后。以后？记得那个时候啊，咱们俩参军，就是响应委员长那个10万青年10万军的号召才去参军的。所有的学生兵啊，现在就剩下咱俩了。你想回去吗？回哪儿？回学校啊。是不想回去啊？我不是不想回去。你觉得我们现在回得去吗？是啊，当年我们这帮学生什么都不懂，就知道拿着枪往敌人的枪口上撞。想想当年真是……当年，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参军以后
时间过得越来越慢。是啊，我觉得这场仗就像是跟打不完一样，就像是一场永远都醒不来的梦。身边的战友换了一波又一波，有时候真想我一觉醒来，他们一个个的都在我身边闹腾，抢我饭吃，打我帽子，逼我抽烟，逼我喝酒。可是每一次看到每一张新面孔，都会时刻提醒着我，他们都牺牲了。志成，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沉闷，好多东西都压得你喘不过气。那个时候咱们参军都是抱着随时在战场上都会牺牲的，为什么呀？还不是能让这个世界上活着的人过得更好一些吗？我觉得只有这样，所有的死才是值得的。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先让我静一静，好不好？唐弼，按照你的路线，我们可比原来多开了将近2个小时。为了保命，就是再多2个小时，那也值啊。我现在有些后悔听你的了。他们就算要你的命，难道真的会捎上我们？兄弟，我们是干哪行的？灭口这个规矩，你不会不懂吧？他们为什么要灭你的口？要知道，就算到了重庆，你活下来的概率也不会太高。报告长官，前面路太窄了，我们的车可能过不去，我过去看看。去，快去！钥匙。其实我是你的救命恩人，我们再往前走一会儿，全都得死。为什么？你马上就又可以见到我们的孟元超孟司令了。我们这都等了一下午了，一点影子都没有。他娘他是不是都跑了呀？他们既然没有按正常回昆明的路线，这其中肯定有什么变故。文昭，问你个问题：如果我们把唐弼给逮了，扣押他那些特务怎么办？只能都杀了，然后制造一个唐弼和他们火拼的现场。孟司令这心可真够狠的。在这个世道，你不杀人，人就会杀你。我恨只恨去河口之前，心不够狠。那那些收买的新兵呢？司令说了，人这一辈子，难免有一时糊涂、被金钱迷了眼的时候。再说他们也不是手恶之徒，想留下的就留下，不留下的，总务处发给他们回家的路费。他们虽然忘了自己做人的道理，可是司令还记得他们是自己的兵。来，来了。果然在这儿，怎么回事？唐弼跑了，你们赶紧去追吧。跑了？还他妈追什么追？唐弼这样的反侦察高手进了大山，再抓住他谈何容易？明知道去重庆就是一个死字，你们还不好好看着？
也不知道郑老板怎么调教你们这帮废物的。那怎么办？带我去见你们孟司令。爸，孟雪啊，别跟爸爸一起耗着了，回去休息吧。等一有消息，我就告诉你。如果夏文昭他们得手的话，消息应该早就传过来了。我觉得可能是出什么事情了。你怎么回来了？唐碧跑了。什么？唐碧跑了？必须给我一个解释。解释？虽然唐碧逃走，我们有责任，但是我希望孟司令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会遇见伞兵队的车？难道正如唐碧说的那样，孟司令想对我们下手？混账！你说什么呢？说什么呢？一个小小的上校，跟长官说话就这个态度吗？真不知道戴老板是怎么给你们带出来的。我请求立刻回重庆，向郑老板汇报这件事的整体经过。好，孟学，去给这位上校找一个临时住处，明天一早我就派飞机送他回重庆。是。滚！司令，现在怎么办？我当初真该一枪崩了唐碧。我那位中兴更的副官在哪儿呢？关在审讯室。去，给我毙了。爸，不是要交给军事法庭吗？去，把他给我毙了！是。也不知道蔡志成他们在遵义怎么样。我们当时还答应他了，说帮他把唐碧给抓了。可现在呢？来，你发现没有？蔡志成走这2天，孟雪心神不宁。哎，我这说孟雪呢，你和这么利索干嘛？嗨，我是不愿意了兄弟的女人，以后咱俩就别说她了。不对吧，骆云山？你小子是不是有问题？我能有什么问题啊？你瞎想什么呢？喝吧。哟，这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哎，看他那表情，肯定有什么大事。世代の体制と帝国の現状度に鑑み、非常の措置をもって遺族を琉球戦哎，孟雪，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喝那么多干嘛？你今儿也有点不大对劲儿啊。
别吵！别吵！他是说什么呢？说什么呢？小鬼子投降了。弟兄们，小鬼子投降了！壳子，左飞，我们赢了！席少月，宇文思，你们听见了吗？我们赢了，我们真的赢了！弟兄们，我们赢了，我们胜利了！我们赢了！1945年8月14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日本成为最后一个宣布战败的轴心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反法西斯战争以同盟国的胜利而告终。各位，我们共同经历了一场艰苦而漫长的战争，我们曾经背负着近乎亡国的耻辱，血战到今天。我们曾经共同面对耻辱、艰难和死亡，但是今天，我们终于并肩迎来了最终的胜利。是你们用行动终结了日本人的妄想，是你们用胜利证明了谁才是华夏九州真正的主人。我很自豪，因为我不是中国最优秀的指挥官，但我却拥有中国最优秀的战士。骄傲的是，因为我曾经跟诸位并肩战斗过。敬礼！爹，你还好吗？今天是8月15日，我和我的兄弟、战友贾有才，对，你见过他的，我们俩带着好消息来看你来了。今天，战争终于结束了，日本人投降了，我们中国人终于赢了，爹，爹，我们赢了，你知道吗？爹，如果你那天不去昆明的话，今天战争胜利的这种喜悦，我就可以跟你一起分享了。这一天，我们等了多少年、多少天，我们终于等到了。你知道，我第一个就想跟你分享，结果呢，你不在我身边。爹，你为什么要去昆明？你为什么要去昆明？如果那天你不去昆明，多好啊！我们今天终于胜利了，爹。爹，
自从你走了以后，我也学会喝酒了。可是我们俩从来没有一起喝过酒，所以我今天带着酒，我来敬你吧。这第一杯酒，就算是我敬你的。希望你在那边一切都好，我们也胜利了，你也就可以瞑目了，爹。我会一直想你的。爹，这第二杯酒，我敬4个哥哥，大哥、二哥、三哥，还有烟杆哥。这第3杯酒，我敬咱们的席队长、席少岳。爹，这第4杯酒，我敬我的3个可爱的战士：陆金才、乔壳子，还有左飞。这第5杯酒，我敬我的好兄弟丁阳，还有欧雷。爹，这第6杯酒，我跟我的兄弟，替我们所有死在河口、衡阳、宛丁和深河大桥的兄弟们，希望你们在天之灵一切都好。我希望你们能看到，我们终于胜利了，我们赢了。36年8月14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停战诏书，并决定于次日正式向我中美英苏等盟国投降。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中国4万万同胞精诚团结，共御日后，最终取得了这一伟大胜利。下面播放日本天皇的广播录音。将军阁下，相取大佐在外面。属下明白。将军阁下，请告诉我，这不是真的。这是天皇陛下的诏书。这不可能，一定是铃木馆太郎这个懦夫唆使天皇陛下这么做的。湘区君，美国人的2颗原子弹，片刻间让本土伤亡数十万。天皇陛下怜悯众生，不得已才做出这样的决定。身为臣属的我们，自然要遵守陛下的诏令。将军阁下，我们尚有一战之力，这样向支那人投降，这是一种耻辱啊！难道你以为我不知道这是耻辱吗？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背负着耻辱活下去。
将军阁下，一直以来，我以为你所说的背负着耻辱活下去，是为了在下一场的战争中，用自己的血来为自己赎罪。但是我没有想到，你也是一个懦夫。什么？你说我是懦夫？混账！你这是对我说话的语气吗？苍白阁下，当你决定不再向一支孱弱的支那军队开战时，我也决定，我不再服从你的命令，我会带着那些愿意跟我一起与支那人奋战到底的帝国勇士而离去。将军阁下，希望你不要理解为这个敬礼是给你的，这个礼，我是在向天皇陛下致敬。将军，如果湘曲军擅自行动的话，会不会对将来受降工作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就随他去吧。帝国既需要背负着耻辱，为希望活下去的种子，也需要为帝国的荣誉牺牲自己的勇士。我想，你们都已经听说了吧？天皇陛下被铃木贯太郎这个老懦夫给欺骗了。他们要求我们以投降的方式退出支那战场，你们能接受吗？我已经给苍本表明了我的态度。我将会带着一群不愿意当懦夫的战士继续战斗下去。你们愿意为帝国死战到底吗？你们愿意为帝国流尽最后一滴鲜血吗？对，按照河南关的意思，中国战区分为16个受降区，我们跟着卢司令开往河内。对，是越南的河内。这是唯一一个设在境外的受降区，很不得了啊！咱们中国人100多年来，什么时候这么扬眉吐气过呀？对，下周日本人在开远要跟我们开一个洽降会，时间大概定在是9月2号。洽降会1周后，卢司令会带着第1方面军的20万滇军开往河内。这20万滇军可是虎狼之师啊！好了，我这还有点事情，我们到了开远再聊吧。主任，越南方面传来情报，说不少日军得知投降事宜之后，情绪波动很大，小股日军的哗变事情时有发生。没关系，等卢司令的20万滇军开到了越南，事情自然就平息了。卢司令的部队扫清那些顽寇自然是没有问题，不过卢司令虽然看似有20万之众，但一旦撒到越南那多如牛毛的山沟里，也就刚刚好。更主要的是，我们这次还要考虑到受降地的安全问题。如果这时候捅了什么娄子，重庆方面可就有的毛病可挑了。20万滇军出滇呢，这是多么大的一盘棋！所以我想着这次受降地的安全保障，最好掌握在我们自己人的手中。自己人？你是说伞兵？对，伞兵本来就是要参加南京的受降仪式，去做仪仗队。如果您想一些办法调一些回来到河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好吧，你先把文元超的名字写在中方受降人员的名单当中，另外给他发个电报，让他挑选100名左右的伞兵的队伍，
准备参加河内的受降保卫工作。具体事情等开完会议以后，我亲自找他谈。是。啊！你这是什么毛病啊？走路一点声音都没有。抱歉，我没想打扰你。要不我帮你刻吧，我刻工挺好的。用不着你管。怎么了？一个人喝闷酒？我刚才看孟雪一个人出去了，好像有点生气。你是不是又惹她了？我说你烦不烦呀？你不喝就走。你今儿吃错药了吧？这么大火气？对，我是吃错药了。孟雪说我有病，你也说我有病，我就有病行吗？你小子，你以为你想什么我还不知道？给我喝酒。别笑了，烦死了。子辰，还有3天咱们就归队了。是啊，可是我不想回去了。什么？你为什么不想回去啊？日本人投降了，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再回去有什么意义？什么意义啊？哎，子辰，难道你就要这样一走了之吗？那些兄弟怎么办呀？哦，原来你是这么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啊！不是，兄弟，我这段时间心实在是太累。就你心累，我不累吗？是。日本人被赶走了，中国就此收复，那还有什么意义啊？哎呀，你别走了，你告诉我。容我想想吧。爸，我在电报室看到有您的电报，所以就拿过来了。好像是张主任给您发来的。太好了。有什么好消息吗？孟雪啊，你说，作为一名中国军人，最大的理想是什么？收复河山，驱逐日寇。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但是我想，作为一名中国军人，应该像标记将军霍去病般，封狼居胥。封狼居胥。正是。张主任来电报说，让我9月初参加在越南河内举行的日军受降仪式。怪不得您这么高兴呢。孟雪，你赶快去组织一个200人左右的受降部队，以第1大队为基础，再从第2、第3大队抽出一部分人来。好。哎，这个蔡志诚应该什么时候回来？应该就是这2周吧。你这2天去找找他，看看他现在的情绪到底怎样。您是怕他不回来了吗？我真的是怕他因为爹死犯糊涂。如果他不愿意回来，你就跟他说，唐弼跑了。如果他想亲手抓住唐弼，就必须老老实实的给我回到伞兵队来。好的，我知道了。去吧。好啊，越南河内。志成，哎，别再喝了啊，给我。兄弟，
算是想通了，这个仗打完了，我们蔡家也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们蔡家算是对得起这4万万同胞了。子琛，你记得咱们打申河那次吗？我们在桥这边拼了命的喊：“你快回来，你快回来！”可是你就是不听啊。最后时间来不及了，习队长亲自下令炸桥。当时我就想，完了，咱俩再也见不着了。你可是不知道，那次啊，我哭的是稀里哗啦的。但是你命大，还是活着回来了。我想，那一定是你那3个殉国的哥哥啊，一直保护着你。后来咱们打大娄山，打宛丁，打衡阳，一直到河口，死了多少人啊！最后连罗大烟干和习队长都死了。当初啊，我就想着怎么抗日打鬼子。后来我想明白了，活下来才是老天爷对我最大的福报。志成，你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你现在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你不仅仅是在糟蹋你自己。你有想过习队长吗？你想过罗大烟干？想过你那3个哥哥？想过你的爹吗？别说了，你这样子对得起他们吗？孟雪，你怎么回来呀？我父亲让我接你回伞兵基地。是吗？孟司令还挺热心的。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我一直在好好说话。如果你觉得我没好好说话的话，我可以闭嘴。我知道你父亲去世以后，你心里有一道坎儿，我能理解你。你能理解？给。这是我亲手刻的。孟雪啊，谢谢你，但我好像不需要这个。那你可以陪我到院子里走一走吗？半年了，感觉像过了半个世纪一样。我只记得半年前，我的父亲还活着。半年前，很多人也都还活着。
世界怎么改变，这树上的刀眼儿是永远不会再改变的。不，会改变的。干嘛？拿着。帮我画。哎，你干嘛？别乱动，小心划伤你的脸。这是现在的你。是啊，这就是现在的我。其实，这上面还有画的，在哪儿？啊，我们应该看不见。那个是唐碧画上去的。那个时候，他没有我大哥和二哥高，他就趴在最上面画了一刀，说那个就是他的高度，我们永远都追不上的。志成，有件事情，我得告诉你。你说，唐碧跑了。好，过吧。你过来，行，等等，包袱打开。我这都是些衣服，快点儿！哎，别，哎，我钱。干嘛？这是你的吗？哎，都是长官的。我长官。你得给我留个活命钱吧，长官，活命！进去吧。好嘞。喂，连声谢谢都不说。谢谢长官。来，过来。张老板，这是唐碧逃走前留下的2份资料。可信度有多少？如果这上面的资料属实的话，孟元超通日的疑点在于孟元超通日的动机和时间点，而孟雪通供则有十足的把握。当然，整个证据的实物鉴定和整个证据链推定还需要一定时间。不过，这次唐碧逃走引发的伞兵队危机，引来了共产党，这里面不可能没有问题。你觉得唐碧为什么会把这2份资料留给我们？只能说是为了报复。报复？如果他的动机要是报复的话，那么这2份资料的可信性可就要打折扣了。老板说的对。不过，夏文昭之前说过，孟元超曾被唐碧软禁起来。对。以孟元超的能力，怎么可能被军统分战的一个主任参谋给控制？说明这个唐碧手里肯定有孟元超的把柄。所以。老板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的，我只是觉得唐碧手里肯定有干货。至于这个干货嘛，是不是文件中所提到的那样，你下去核实一下。是。
我准备去趟昆明。老板，昆明那边不是已经安排人善后了吗？之前是唐弼惹出来的麻烦，不过现在他举报的这位可是条大鱼，同日同共。这个罪名无论扣在谁的头上，都够喝一壶的。现在抗日的形势有所好转，军委会那边的人就有些飘飘然了，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了。正好借着这个事，给他们敲敲警钟，提醒他们，不要以为有了几分军功，就不知道我们军统是干什么的了。是，属下这就去安排。这里。报告司令，第一伞兵队中尉蔡志诚销假归队，向您报到。第一伞兵队少尉贾有才向司令报到。蔡志诚，到。从今天开始，你就是第一伞兵大队的代理大队长了。希望你带领你的兄弟们再立新功，不要辜负邵岳他们的在天之灵啊！这唐弼找了这么久，一点消息都没有了。唉，他现在就像一条泥鳅，回到烂泥塘里边，再也不会轻易现身了。像他这样的反侦查高手，我们也只能等他放松戒备，自己犯错。他奶奶昨天喝的有点多，头有点疼。你的病怎么样了？我什么病啊？孟雪，你烦不烦啊？夏队长，作战指挥室有你的电话。好，谢谢。我过去一下。哎。陆天下，你报告。我的。蔡志诚，唐弼的逃跑虽然不是我有意为之，但不管怎么说，还是对不起你呀。孟司令，您不用向我道歉，更不用向我解释。这件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我自然会想办法了结这一切。唐弼曾经是我的大哥，现在变成我的杀父仇人，这归根到底是我跟他的私事。孟司令，您不用费心了。司令，我们在回来的路上，孟雪说我们还有新的任务吗？孟雪说的没错。可是日本人都投降了，我们跟谁打呀？日本人投降，只是他们政府的意思。但是，你能保证日本人在海外的300多万军队，每一个人都能服从他们天皇的诏令吗？哎，他们不是自称效忠天皇吗？那怎么又会违背天皇的意思呢？还有很多的好战分子，他们炮制说，天皇的诏令是被铃木首相和东乡外相强逼而成。所以说，现在海外的很多军队情绪波动很大，有些人泼妇自杀，还有些人还在烧杀掠夺，所以战争并没有完全结束。孟司令，那我们的任务是？现在我们的任务还不清楚，过几天我和张主任要去开远参加一个日本的洽强会议，回来以后就知道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过段时间我们很有可能跟卢司令去一趟河内、越南。我现在手里有2份资料，是关于孟元超和孟雪的。你身旁有人吗？我一个人。那好，资料显示，孟元超存在着同日的嫌疑，他的女儿孟雪很可能是共产党，
在伞兵队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郑老板，其实我来伞兵队的时间也并不是太长，跟孟云超接触不多，倒是跟孟雪多一些。据我了解，孟雪虽然平时对党国颇有微词，但是这跟她在美国受训、接受美式的自由思想有关系。如果就凭这说她是共产党，未免有点武断吧？那我问问你，那天出现在伞兵基地的共产党是怎么回事？那天不是张主任带的人吗？正是有了这层关系，还没有搞清楚。如果孟雪引来的共产党，那我就不用你了，我直接派人去昆明抓人。那您的意思是？你要有针对性的观察他们，一有什么新的动向，立即向我汇报。是，老板。哎，项文昭，嘿，我们正要找你呢。哎，告诉你个事儿啊，我们志成啊，以后就是大队长了。哟，那咱们以后要改口叫大队长了？要改口，等我把唐弼抓了再说吧。哎，你也升官了？这不公平啊！这。云山，干什么呢？装什么深沉还不理我？你抽这么多烟干什么啊？怎么回事？我来看看。到底怎么了？这是印度阿萨姆邦印中空运大队给我送回来的包裹，是我战友的遗物。遗物？什么意思啊？他是美军的领航员，是我当年飞驼峰的时候我的搭档，我最好的朋友。当年我们约好，说抗战如果结束了，我就带着他，沿着滇缅公路去感受一下那些空中感受不到的东西。抗战结束了，他为了给我个惊喜，就跟基地请假过来看我。没想到中途遇到了日本人的伏击。妈的，日本人不都投降了吗？哎，老兄啊，哎呀，这事不好办呐。国防部和军委会点着名儿，让伞兵去河内参加受降仪式。他们说，这是党国的精锐，也是一支军容很好的军队。这个时候不让莫元超去，恐怕军心不稳呐，也会在国际上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哎呀，不是我老弟不想担这个责任，是我担不起呀。我来昆明之前也听到了一些风声，可我没想到的是，居然军委会那边也点了头。哎，是啊，
老兄，您看这样行不行？这次河内受降仪式不过是走个过场，可这里边也暗藏了凶险，不如让孟元超他们带着人先过去。如果一切顺利，那回来您就对他进行审查。如果是在那边发生了一些不测的话，那你我不就省心了吗？我看你啊，就是恨不得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们的头上，你自己撇了个一干二净。哎呀，话不能这么说，这件事情最多也就再等1、2个月。那好，就依你，再等一等。不过，我真不希望他死在河内。老兄，您还很惜才呀。惜才，我是不希望一个党国的内奸，最后挂上了一个英雄、烈士的称号。既然我们捞到了这条大鱼，就要趁它把水搅浑之前，我要捞起更多更大的鱼。可是老兄，您千万不要殃及我们这些鱼池啊！放心吧，我要是不信任你，我能告诉你这些吗？不过，我的这个钉子可要提早钉进去。那是。不过，夏文昭这个人，我不知道您对他有多大的把握。我听说过他在您的视线里面已经消失了很久了。放心吧，在对待共党这个问题上，他比你我都要狠得多。哦，那是。总司令，这次开远的会议，你有什么感觉啊？我怎么觉得日本人是在拖延时间呢？拖不了几天了。国防部和军委会已经下了命令，周6，也就是9月8号，卢司令会带了4个军的滇军开赴河内的。这次让滇军出国进行受降，我想这是重庆方面对滇军的一种补偿吧。这次在开远，我听日本人讲，绝大部分的日军会接受我们的安排，但是会有一小部分的军国主义分子会负隅顽抗。重庆方面的意思是说，这一次河内受降地的内外安保问题，不能全是滇军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明白了。伞兵一定会和前期的那些受降部队一起到达河内。请张主任和重庆方面放心，我伞兵部队一定做好准备，为国分忧。最近也比较忙，一直没顾得上。唐弼的事情怎么样了？虽然我对他恨之入骨，但是唐弼就是一只丧家犬，但是他也是军统的一只丧家犬啊，所以我不可能大张旗鼓的逮捕他。我现在掌握的情况，跟主任掌握的情况差不多。老弟啊，他们军统的事情有他们的做法，可是共产党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啊。只要国内一天不太平，军统的那些人在伪作面前还是能说得上话的。哼，张主任，我听说八路军在中原一带和第5战区都在抢夺日本人投降的地盘。咱们昆明还好啊，最起码的，张主任不用在这方面操心。昆明这个地方看着是太平，其实乱流涌动。乱流涌动？孟司令，你想过没有，委员长为什么会把滇军的主力部队全数派去受降？我明白了，是为了对付龙。
据查，松本联队和小野联队，他们把库存的弹药全部装车，一车车直接开进海里，说不给支那军留下一枪一炮。我们要不要？算了，他们要做什么，就让他们做什么吧。如果军团长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不要插手了。报告将军，一名叫唐弼的支那人求见。让他进来吧。嘿，将军，将军，我可找到您了。唐弼，你怎么这副模样？我不是让你留在昆明吗？将来你们高层核定战犯的时候，你可是要帮我脱身的。我暴露了。哦，暴露了。这个老奸巨猾的孟元超，他居然勾结共圈的，还有我们军统对我暗中调查，我没办法，既然暴露了，你还来找我干什么？将军，我是您的人啊，我不来找您，我能去哪儿？将军，好吧，既然来了，你就待在这里。你先出去吧，我会安排人给你准备房间的。谢谢将军，谢谢将军。将军，为什么还要留下这个支那人？他现在可是什么用都没有了，不过是一条丧家之犬。这个你就不懂了。中国人既然对他这么感兴趣，那他就是我回家的船票。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原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华民国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交投降书。至此，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而告终。哎，听说第一方面军的20万滇军前天已经出发了，南京的受降仪式啊，昨天也已经结束了，咱们什么时候走？我哪知道上面的意思？不过我想，也就这2天吧。自从参军以来啊，就没有想到过我们能和部队一起去国外看日本鬼子投降。那个时候啊，就想着怎么把日本鬼子给打出去，就知足了。是，想想真是造化弄人。我们参军的时候，凭着一股热血，就是想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本以为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结果打了几仗以后，反而觉得胜利遥遥无期。我们好像跟时间赛跑似的，不断的要拿人命往里填。我在想，如果不是河口那场战役，习队长、严杆他们都能看到胜利的这一天。怕就怕呀，这日本鬼子跑了，还得打仗。哎，上长，你人脉广，你知不知道现在有什么新消息吗？现在啊，委员长正在重庆委派各地的接收大员呢。为了一张破委任状，多少人争的是你死我活。要是跟衡阳一样的话，那不是跟抢劫似的。战争期间，本来就发的是国难财。是啊，他们吃饱了，这个国家完了。都在。没事吧？没事。你们听说了吗？第52军准备从我们这儿空运到东北了。东北？怎么这么快啊？那边现在被苏联人占着，要是不赶过去的话，那边的日军就该落到共产党的手里了。志才，这如果上边要让我们去东北跟共产党对着干怎么办？
这有什么好想的？我们第一伞兵都为了打日本人死了多少人了？我们这几个人的命，都是习队长他们的命换来的。难道他们的牺牲让我们留下来，就是把自己的枪口对着自己的同胞吗？你再想想，要不是共产党，我们有可能早就死在了唐弼的手里。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你怎么问这么愚蠢的问题呢？说实话，我第一次开飞机，就是一个苏联飞行员手把手教的我。如果现在跟苏联人打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下得去手。夏文昭，你怎么想啊？我听兄弟们的，你们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张老板，根据我最近的观察，没有发现什么线索。计划有变，便宜这对父女了。本来军统看你们迟迟也没什么动静，打算把孟元超这对父女送到重庆去。不过听说这次河内受降，孟元超要带着伞兵去参加，所以局里决定，等他们回来以后再做行动。是。我这边一旦有什么线索，随时汇报。嗯。进来。孟司令，夏文昭，有事情吗？军统局正在对您和孟雪进行调查。调查？调查什么？调查您和孟雪有通共嫌疑。虽然之前我一直想方设法遮掩，但是局里恐怕是等不了了。幸好司令这次去河内参加受降仪式，重庆方面对这次受降非常的重视，所以军统局也暂时把这个事情拖了下来。但是我估计受降一结束，他们会马上对你动手。司令，我知道河内受降非常的重要，但是有些话我不得不说。你说。河内地处南洋，英美法各股势力犬牙交错，司令您只需要一张小小的船票，就可以远离这是是非非之地。你的意思是说，让我流亡海外？我相信司令在筹建伞兵队的时候，肯定有一些美国朋友，你可以选择去美国政治避难。从个人利益来讲，流亡海外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我真的不能一走了之啊！司令，夏文昭，我孟某感谢你，在这个时候还能跟我站在一起。但是你想过没有，作为一名中国军人，河内受降仪式是做梦都梦不见的时刻呀！这个仪式是多少先烈的生命换来的呀！如果在受降仪式上，一个中国的将军突然失踪了，他们会怎么看待我们中国军队？会怎么看待我孟元超？我孟元超自己又如何看待我身上的这身军装啊？来人！来，把孟雪给我找来。是。云芳，我一定会回去看你的。这是你的女人。是。草本阁下让你把这身衣服换上。怎么？不想换吗？不是换，晚上换。
爸，您找我？孟雪啊，刚才张主任通知我，明天第1方面军的参谋组会来到基地，下午和我们一同飞往河内。好，那我去通知蔡志成他们，让他们准备一下，明天我们准备一起出发。等等。 孟雪，爸爸想问你一件事儿。什么事情？你和那边还有联系吗？怎么突然问这个？爸爸想，这次我们去河内，重心都会放在日军的投降仪式上。如果你能和他们联系上，就趁机逃脱吧。 不，我不能走。我走了，您怎么办？一定得听爸爸的。这是次机会，错过了机会就不会再有了。否则的话，你随时都充满危险。我不走。要走，咱们一起走吧。不行，孟雪。 你有你的信仰，爸爸有爸爸的坚持，听爸爸的，一定得走。孟雪，我不走，我不走。去准备吧。爸。 我舍不得你，我放心不下你，我不走，我不走，我真的不能走。孟雪，相信爸爸的能力。如果你还爱爸爸的话，一定得走。好了，别哭了，一会儿让蔡荣看见，又笑话你了。爸爸有时候觉得蔡远成这小子。 还不错，去准备吧。爸，你永远是我最爱、最爱的爸爸，你是我最重要的人。去吧。 阿雪，送你离开，是父亲唯一能为你做的了。志成，你怎么还没睡啊？ 你不是也没睡吗？明天就要走了，眼看这一切就真的要结束了，心里有些乱。什么意思啊？哦，不说这些了。等河内的受降仪式结束，我们和日本人的这场战争也就真的结束了。你打算怎么办？ 我还有选择吗？我当然是抓唐弼，为我死去的爹报仇。志成，世界这么大，找一个人谈何容易？如果你真的找到他，将他伏法，那然后呢？然后走一步，看一步呗。